清洁工把数十条毒蛇倒进泳池，刚下水游泳的韩国巨星并未察觉。见事情办成，清洁工正要离开，可在经过保镖身前时，突然发现桶的夹缝中还有一条蛇。他抬头看了眼有说有笑的保镖，见他们并没有注意自己，然后机智地把桶贴进水面。毒蛇也很懂事地快速游走，并且朝着明星就冲了上去。明星死死抓住攻击他的毒蛇，可别的蛇也在这时围了上来。他见状一边驱赶，一边向泳池外挣扎。虽然保镖很迅速地将他拉上岸，但毒素此时已经开始蔓延，导致他很快就晕了过去。而当保镖打完急救电话，背着主子刚来到门口，救护车竟然也随之赶到。心急的保镖并没察觉到不对，连忙把人放在推车上。殊不知这几名医护人员全是冒牌货，甚至连最基本的打针都不会。但这群傻子保镖愣是没看出来，还帮着他们把人送上车。然而好巧不巧，真正的救护车在这时赶到，保镖们这才意识到不对劲。而贾医生见计划暴露，直接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，仗着他成功逼退保镖，最后也凭借自己的双腿顺利甩掉了后面的二傻子。他们将明星带到了一所废弃仓库，但他们并不是什么绑匪，而是一群失去了至亲的可怜人。原来这个令韩国无数少女追捧的欧巴，竟然是一名连环变态杀人犯。而就在几天前，他还很嚣张地召开了一场记者发布会，不仅向所有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，还将残害数十名女性的细节写成了书，书名就叫做《我是杀人犯》。而为了向众人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，他拿出了一张 X 光片，这是当年警察追捕他时留下的枪伤证据。可台下的人看到后还是不信，因为这东西很容易伪造。直到阿伟脱掉自己的衣服，露出肩膀上清晰可见的子弹疤痕，众人才相信了他杀人犯的身份。接着阿伟就开始推销起自己的书，表面说写他是为了忏悔，为了不再让更多女性受害，其实是他读懂了韩国刑法，只要过了15年追诉期，法律根本不能拿他怎样，所以才敢如此大胆地出现在公众视野，分享自己高超的杀人手法，让大家共同感受杀戮的快感。而更让人大为震惊的是，由于这本书的内容太过真实，上架第一天就卖了几十万本。阿伟不仅赚得盆满钵满，还凭借帅气的外表收获了大量粉丝迷妹。而为了保持住这种热度，他用赚来的钱做起了慈善，甚至在大雨天跪在受害者家属面前谢罪，冠冕堂皇地说着道歉的话，希望可以得到原谅。被打后的阿伟并没有生气，因为他要的就是这种持续曝光的节奏。接着他又带着大量记者来到警局，找到当年抓捕他失败的警察。阿伟之所以做这个手势，是想提醒老崔别忘了他俩之间的事。原来当年老崔在追捕杀人犯时，不小心被对方从暗处偷袭，但杀人犯并没有要他的命，而是用力捏住他的下巴，在嘴角处狠狠划了一刀。老崔当时并没搞懂这句话的意思，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过来。看着对方以这种方式爆火，他恶心的一口浓痰啐了上去，然后又抓起没吃完的炸酱面，毫不犹豫地摔在阿伟脸上。老崔知道法律现在不能将他怎样，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怒火。而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受害者家属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精心策划了一场报复计划，并且最后成功将阿伟绑架。可就在几人对阿伟进行殴打时，仓库的电闸被人拉下，房间瞬间陷入黑暗。只见一个戴着夜视仪的神秘人出现，他先是割开绑住阿伟的绳子，然后在家属的眼皮底下就走人。等家属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神秘人已经扛着阿伟跑远。大叔想要开车去追，可车胎早就被动了手脚，导致他们只能看着对方扬长而去。昏迷的阿伟被带到了旅馆，直到这时才发现救他的神秘人竟然是老崔。原来当阿伟被绑架的那一刻，老崔就接到了报警，而他在追击路上看清了绑匪的模样，但他并没有对外声张，更没有阻止他们，只是等到夜里自己偷偷就走了阿伟。他本以为没人会发现这件事，可就在第二天早上，受害者家属中的阿姨来到警局，当看到老崔脖子上的伤口后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原来阿姨昨晚在黑暗中用手抓到了神秘人，并且也猜对了他应该是老崔，因为他是老崔的丈母娘，老崔妻子也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。但老崔对救人这件事没做出任何解释。更奇怪的是，阿伟面对媒体也没有声张，只说是粉丝们出于对自己的喜欢，所以才做出了绑架行为。不过他并不打算追究责任，毕竟一切的起因还是在于自己。此话说完，他在粉丝心中的好感又高了一个档次。眼看着阿伟的热度越来越高，于是电视台为了收视率，竟然向他发出了录制访谈节目的邀请。另外追捕他15年未果的老崔也在名单中。然而节目才刚刚开始，老崔的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震惊。他说阿伟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凶手，不过是个来蹭流量卖书的骗子而已，因为他写的书里并没有提到第11起案件。阿伟闻言反驳道，你作为警察也太蠢了，最后一个案子很明显不是我干的，只是有人模仿犯罪罢了。就在此事争论不休时，主持人接通了观众连线，想听听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。很快一个自称老 A 的男人拨了进来，他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最后竟然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杀人犯。
此话一出，受害者家属和粉丝们全震惊了，而老崔也立马展开行动。他让同事追踪老 A 的电话定位，却没想到对方竟然在自己家。想到家里还有个80岁的母亲，老崔顿时惊慌不已。等他火急火燎地跑回家中，母亲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只有角落老 A 留下的一张字条。崩溃的老崔开始在家里打杂，而就在同事拦他的时候，房间的灯突然被人打开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母亲并没有遇害，这只是老 A 的一次警告。 아니 왜 남의 방에서 자꾸 그래? 아이고 내 방에 보일러가 고장났다고 했잖여. 老崔激动地上前抱住母亲，却看到对面大楼的窗台上有个人在向他招手。老崔见状，立马跑了出去。可来到对面时，房间里除了一把沾血的刀，就只剩下一盘陈旧的录像带。老崔将其插进电视机里，画面中的女人正是老崔的妻子。看着心爱之人被凶手凌辱，老崔不由自主地掉下眼泪。这15年来，他心中一直幻想着妻子还活着，可如今这个信念已经彻底崩塌。老崔受虐般的反复观看录像，仔细聆听妻子最后的声音，可没想到这一操作竟让他发现了新线索。于是立马召开记者会，先是亮出那把沾血的刀，说这就是当年凶手刺伤他的凶器，所以他有理由怀疑老 A 就是凶手。但阿伟身上的伤也是自己开枪打的，他也有可能是凶手。那么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？目前没有人说得准。与此同时，阿伟也迅速为自己发声，他拿出了2张保险柜的照片，说自己藏起来的刀被人偷了。他认为小偷无非是想顶替他的身份，想以此出名挣钱罢了。听到这样的话，老 A 终于坐不住了，他主动在网上开启直播，喊话要跟老崔和阿伟当面交锋，看看谁能拿出真正的杀人犯证据。于是他们3人再次上了访谈节目，老 A 也在这时摘下伪装面具，露出了真实面目。接着他示意节目组将屏幕切换到户外现场，画面中一群人正在刨坑，很快就挖出一具女性尸骨，这正是老崔的妻子。흰색 코트를 입고 있었습니다. 现在的一切足以说明，老 A 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那阿伟真的就是个蹭流量的骗子吗？当主持人问他能不能拿出证明时，没想到阿伟直接承认了自己不是凶手。 어떻게 범인만 알 수 있는 그런 디테일한 내용들을 책에 담을 수 있었는지가 의문인데 그 책을 쓴 것은 제가 합니까? 제 책은 제가 썼어요. 原来阿伟也是一名受害者家属，当年他母亲是第一个遇害的人，阿伟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惨状，发誓一定会找到凶手，让他百倍千倍的偿还。可直到公诉期的最后一天，他还是没能寻找到凶手，于是看不到希望的他想随母亲而去。好在跳下的瞬间，一辆公交车恰巧接住了他。虽然阿伟没有死成，但整张脸却严重毁容。后来他去做了整容手术，并且凭借着新面貌和老崔密谋了一起明星骗局，目的就是为了引出真正的杀人犯。因为老崔知道凶手是个极其自负的人，如果看到有人用他的身份爆火，那么他一定会因此现身。不得不说，老崔的计划非常成功，但老 A 此时却满脸的不在乎，因为已经过了追诉期，法律根本不能拿他怎么样。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老崔在这时拿出了那盘录像带。一开始他想的是引出凶手，然后再实施报复。不过自从他发现了录像带里的秘密后，就彻底改变了计划。 여보세요? 아니 왜 가해자가 총살 때리고 그래요? 제가 피해자로 NBC 뉴스에서 사정을 알려드립니다. 말씀하셔야죠. 왜 말을 안 해? 들었냐? 제14대 대통령 개표방송? 그때가 1992년 12월 19일 자정. 지금 시각이 2007년 12월 18일 11시 45분. 아직 공소시효가 14분 정도 남아있다. 이런 씨발 똑같은 새끼야! 老 A 这时彻底慌了，他绑架最后一个人的时间虽然过了15年，但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将人杀掉，而是囚禁起来同居了2年，最后才将人给活埋。这一点他是没有想到的。而如今看着枪口对准自己，他竟然一点点跪在老崔面前，模仿起了女人临死前的模样。 잘못했습니다. 용서해주세요. 제발 살려주세요. 저 살고 싶어요. 나 살고 싶다고. 제가 꼭 살아야 이유가 있어요. 아니, 살려주겠어.
이해가 있어. 진짜. 老崔此时的内心如同刀割，他十分想开枪打死这个畜生，但碍于自己警察的身份，他并不能在全国观众面前那么做。可是作为一名丈夫，他有义务给自己的妻子报仇。混乱中，老崔的丈母娘突然冲出来想手刃凶手，可被老 A 一个转身躲过，并且还反手将人挟持。他一步步推到电梯边，阿伟却早已在里面等待多时，但他毕竟是个假冒的，根本就打不过真正的，3两下就被制服。老 A 砸碎玻璃，直接从3楼跳了下去，然后抢了辆摩托撒腿就跑。老崔则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可就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他突然被大卡车撞了个底朝天，好在人并无大碍，开上卡车继续追击，本想着直接将老 A 撞死，不料这货竟然很聪明的躲过了致命一击，并且还踹碎车窗，一脚将老崔踢出车外。他奋力的爬上车顶，接着掏出手枪打爆轮胎，成功将卡车逼停，而警察也在这时赶到。然而现在追诉期的时间已过，警察们非但不抓凶手，反而还对他进行保护，这讽刺的一幕令全场疯狂。而就在混乱中，老崔的丈母娘悄悄靠近凶手，然后举起了装满毒液的钢笔，可就在要动手的时候，老崔突然出面阻止了他。故事的最后，老崔因故意伤害被判了5年。出狱这天，所有受害者家属都前来迎接，丈母娘也彻底原谅并认可了他，因为在他们心中，老崔并不是犯人，而是一名正义的英雄。除此之外，这起案件也让韩国的法律追诉期从15年延长至了25年。没错，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，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。不过好在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他却永远不会缺席。